真千金满脸毒斑被退婚，渣男未婚夫带着绿茶妹妹上门逼宫，笑死！我堂堂现代顶尖美妆研发总监，能受这委屈？退婚书1000，反手讹走1万两精神损失费当创业基金。姐姐，你这脸实在是没法看，世子爷金尊玉贵，总不能娶一个夜叉回府啊！这退婚书你就签了吧，妹妹替世子爷多给你拿200两银子傍身。苏云锦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婉柔善良，还愿意拿自己的提己钱补偿你，你这副尊容，多看一眼本庶子都吃不下饭，赶紧按手印。退婚可以，但200两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堂堂侯府嫡长女，因为你单方面毁约，名誉受损，精神受到极大创伤，一口价1万两精神损失费，少一个铜板，这婚我不退。明天我就搬去你世子府大闹一场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1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你疯了吗？姐姐，世子府虽大，可1万两也不是小数目，你怎能如此讹诈世子？讹你咋的？青春损失费、名誉补偿费，甚至退婚违约金，算你1万两都是给了友情价。给钱签字滚蛋，不给钱咱们就耗着。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世子爷要是连1万两都拿不出来，还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好，苏云锦，你别后悔。这里是5000两银票，加上这块极品阳主玉佩，你1万两绰绰有余，拿去买你的棺木吧。成交，慢走不送，祝2位天长地久。大小姐，你怎么真退婚了？以后可怎么嫁人啊？嫁什么人？有钱不赚王八蛋！男人只会影响我搞钱的速度。皮下色素沉着严重，角质层薄如蝉翼，伴有红血丝和轻微炎症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生毒斑，大夫都说治不好的。他们懂个屁的护肤，这是长期使用了重金属超标的劣质胭脂导致的铅锰中毒。那对母女偷偷在原主胭脂里加料，真是好歹毒的心思。春桃，别哭了，拿50两银子去街上，给我买几样东西回来。最烈的老白干、木炭、大锅、陶管、皂角，还有最便宜的猪油和几斤新鲜玫瑰花，要快。小姐，你要自己做饭吗？做饭？我要做的是奇迹。高浓度酒精提纯中，加入皂角液和猪油皂化，准备萃取玫瑰精油。谁？救我！救你可以，但我的出诊费可是很贵的，而且有点疼，你最好忍着点。我是救你，不是谋杀你。这伤口处理的太烂了，这是什么岛？上面抹了剧毒吧，保活命，就给我憋。滚！你这血顺着这道口子流下去，再有半炷香，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。你要是死了，这院子里凭空多出一具尸体，我怎么解释？所以，为了我的清白，你得活着。忍着点儿，这是科学手段。伤口不消毒，感染了细菌，分分钟败血病给你看。你这体质不错，血小板凝集反应挺快，可惜摊上这种钝刀伤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第一个端庄优雅漂亮实验观察对象。这药水还没经过临床调证，你能活下来，算你运气好。今日之事不可外传，否则……闭嘴吧你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晕过去也是一种休息。小姐，这人是谁？咱们报官吧！报什么官？他要是死了，咱们才是杀人凶手。把他挪到柴房去，喂点我熬的清毒汤，死不了。是。哎呀，姐姐毕竟伤心过度，我这做妹妹的，自然要过来帮她打理一下旧物。那些破铜烂铁都别要了，直接丢进库房吧，别脏了侯府的里面。谁准你进我院子的？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上怎么还裹着布？莫不是昨日退婚太难过，毁容了还嫌不够，想把自己彻底变成个怪人？苏婉柔，你偷用我母亲产业开的那家真容房，这个月的账算清楚了吗？还没算清楚就敢来我的院子撒野，你是真以为我昨天退婚后就成了泥捏的了？姐姐说话可得有证据，那铺子是父亲让婉柔暂管的，是为了侯府的生计，什么偷用，真难听。证据？你这脸上铺的桃花玉炼粉，香味太重，用了滑石粉遮盖铅粉的味道，闻着就让人反胃。你拿我的钱去买这种烂脸货，还敢在我面前显摆？
么知道？因为我不只知道你烂脸，我还知道怎么让你这张脸彻底毁在你自己手里。姐姐木是被刺激的失心疯了，随便拿瓶泔水就想吓唬我。这桃花玉面粉可是京城最金贵的脂粉，我烂脸真是滑稽。是不是泔水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今天就让你这井底之蛙见识见识什么是降维打击。姐姐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连太医都说你这毒斑深入骨髓，无药可治。你再怎么折腾，也改变不了被世子爷嫌弃的命。你的脸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用了什么妖术？妖术？这叫化学乳化。你所谓的毒斑，不过是你们长期在我胭脂里下毒造成的重金属氧化残留。真正的好皮肤是被这毒素捂在底下的。苏婉柔，你每天往脸上糊那么多铅粉，迟早有一天，你的脸会比我这块棉贴还要黑。到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把这东西给我，这是我侯府的东西，你凭什么私吞？侯府的东西，我看你是霸占我生母的产业霸占习惯了，真把别人当软柿子捏。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你敢碰一下，我剁了你的手！带着你的人滚！真的好了。你给我用了什么？我的内力为何一丝都提不起来？大哥，你中了严重的神经性毒素，我不给你用点肌肉松弛的草药截断毒素蔓延，你现在已经废了，还提内力？你以为你是发电机啊？想来电就来电。你懂解毒？我不懂你们古代的武侠毒药，但我懂病理学分析和生化提存。你体内的毒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性生物碱，彻底清除需要提存特定的抗毒血清和草本精华。简单来说，全天下除了我，没人救得了你。你要什么代价？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。我准备开个美妆工厂，也就是脂粉铺，但我缺个能镇场子的靠山兼保镖。我看你身手不错，仇家也多，肯定是个有背景的狠角色。咱们做个风投交易，我包你解毒保命，你包我新店开业没人敢来砸场子，如何？考虑的怎么样？不答应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你丢出去，出门左拐不送。你的仇家估计还在满大街找你呢。成交。自从扇了苏婉柔那一巴掌，整个侯府都不敢惹我。侯爷和继母憋着坏水，无所谓。我现在满脑子只有研发和搞钱。对，馆子这里要弯曲成螺旋状，冷能面必须足够大，接缝处用松香和黄泥封死，绝对不能漏气。谁要是做坏了，扣工钱。大小姐，您这图纸上的蒸馏塔见所未见，这琉璃管子烧成这般曲绝，极易炸裂啊！炸了算我的，做成了再赏你10两。别废话，给我烧！你到底在弄什么玄学？用这等珍贵的琉璃器皿烧水？这叫精细化工，跟你们说了也不懂。我要做一款跨时代的口脂，超过苏婉柔的真容坊。就凭这些，苏婉柔的真容坊如今可是京城贵妇的销金窝，她的桃花玉棉粉、宫迸球，你这偏院里捣鼓出来的泥巴，谁敢往脸上抹？泥巴，保镖大哥，你对现代美妆工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等我这哑光丝绒唇泥做出来，我保证全京城的女人都会为之疯狂。春桃，过来试色。小姐，这红彤彤的，像吃小孩的血一样，真的能涂嘴上吗？这叫烂番茄色，显白利器，你懂什么？完美，产品研发成功。接下来该去挑我们的商业大本营了。掌柜的，你这铺子我盘了，开个价吧。这位姑娘莫开玩笑了，如今京城里谁不知道东街的真容坊一家独大，咱们这些小铺子早就没了活路。这铺子就算卖给你，也是赔钱的买卖啊！你赔钱是因为你的货烂，我盘下它是因为我看中了它后院足够大，适合做我的加工厂。500两银子，连铺子带地契，外加你留下来给我当个现成的掌柜，干不干？500两，你真要买？我苏云锦做生意向来爽快，拿了钱去把招牌摘下来重新打磨，3天后素颜斋重新开业。财大气粗的败家娘们儿，500两盘个死铺子，你真以为你能起死回生？保镖大哥，懂什么叫饥饿营销和下沉市场包冲吗？苏婉柔的真容行不是走高端路线吗？那我就先从地下圈子把她的基本盘给挖空。掌柜的，你拿20两银子去城南的破庙雇50个小乞丐，教他们唱一首童谣，再拿100两银子去找群芳阁的保姆，就说我苏云姐要送他们楼里的姑娘们一份能让他们身价翻倍的大礼。你堂堂侯府千金，去跟乞丐和酒楼女子做局？在钱面前人人平等，等着看好戏吧。我要让苏婉柔的真容阁败在我手下。桃花粉面发黄，红嘴唇像只羊。
外面那些小叫花子在瞎唱什么？什么西街素颜斋？去，把他们赶走，听着晦气。二小姐，奴婢打听过了，西街那边好像新开了一家脂粉铺，名字就叫素颜斋，不过地段偏僻，根本没人去，估计是穷疯了，才花钱雇叫花子散布这种童谣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对手，雇乞丐传唱，真是下九流的手段。世子爷今日约了我在前面品茶，我的妆容可有脱色？小姐天生丽质，这桃花粉更是衬得您肤白胜雪呢。这位姑娘，你说你能让如烟今晚的献舞拔得头筹，还能让群发阁的恩客多掏1倍的银子，口气未免也太大了些。红姐，算了吧，这几日我身子不适，气色极差，这胭脂涂上去，我像个唱大戏的，今晚怕是要被对面倚翠楼的小蹄子压下去了。底子这么好，涂这种猪油拌朱砂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哎，你这人怎么？如烟姑娘是吧？你的五官偏清冷系，传统的大红大绿压住了你的仙气。今天我给你做个清冷易碎感裸妆，不要实涂，要模糊唇线。这种哑光质地不会反光，会让人觉得你的嘴唇天生就这么饱满柔软，而且……天哪，这口汁竟然不沾杯！那以后楼里的姑娘们伺候恩客饮酒，岂不是再也不用频频补妆，惹人厌烦了？完成，自己看吧。这是我吗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妆容绝了，绝了！今晚那些贵客还不把咱们群发阁的门槛给踏穿了？姑娘，你这神物叫什么？多少钱？我全包了。这叫素颜斋高定彩妆，今晚不卖，只送。我要如烟姑娘今晚带着这套妆容上台，只要有人问起，你就告诉他们5个字：西街素颜斋。美，太美了！这世上竟有如此清丽脱俗的女子。如烟姑娘，你今日这妆容为何如此清放出尘？那口脂竟然毫不油腻。我家那几房小妾要是能画出如此妆容，老子天天不出门了。多谢各位恩公抬爱，如烟今日未施粉黛，只是用了西街素颜斋的秘制唇泥罢了。西街素颜斋，又不说今天小叫华子唱的那个铺子吗？来人，提早拎这个门给老子敲开！不管多少钱，给老子买10套回来！去，明天去西街，把素颜最好的脂粉给本世子包下来。婉柔的生辰快到了，这倒是个极好的礼物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老板呀，保镖大哥，准备好麻袋吧，明天咱们要装钱了。掌柜的，快开门啊！老子带了300两银票。别急，我家夫人可是礼部侍郎的正妻，先卖给我们。东家，这外面来的人非富即贵，咱们铺子里点存货根本不够分啊！万一惹怒了他们，咱们铺子今天被拆了不可。光什么时候卖，他们越是抢得欢，这就叫饥饿营销。保镖大哥，到你出场，要是有人闹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退后3步，排队。诸位客官，莫慌，我们素颜斋做生意最具讲究规矩。今日新店开业，精品不单卖，只卖4季盲盒。敢问掌柜的，什么是盲盒？所谓盲盒，就是盒子里装的颜色是随机的。我们的唇泥共有春夏秋冬4个色号，春日樱花，夏日甜橙元气色，秋秋落叶烂番茄色，冬日红梅正宫红。你们花50两银子买一个盲盒，拆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颜色。50两，抢钱啊！今天镇荣坊最贵的桃花玉剑粉也才20两，而且还不知道买到什么颜色，万一我不喜欢。除了这4个基础色，盲盒里还有极小概率能抽中隐藏款极乐幻叶。这款唇膏里不仅加入了西域极品龙涎香精油，外管更是用纯金打造，镶嵌红宝石。只要抽中隐藏款，不仅代表着极致的尊贵，本铺还承诺未来1年内，您在素颜斋的所有消费全部免单。让开，都
给本世子让开！一群下人也敢挡本世子的路！本少爷没空玩什么盲盒，直接把那什么隐藏款的纯金纯光给本少爷拿出来，剩下的钱赏你了。哟，原来是侯府世子爷。不过真不巧，素颜轩的规矩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守。想要隐藏款，行啊，买盲盒自己抽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驳本世子的面子？信不信我砸了你这破店？你大可以试试。好，抽就抽。本世子气运好，还能抽不中？给本世子来10个盲盒。世子爷豪气，10个盲盒，您请好。夏日甜橙，什么破颜色？再拆。春日樱花，又是普通的。看来世爷今天的气运也不怎么样啊。就是，500两银子听了个响儿。再给我拿20个盲盒！本世子今天就不信邪了。这极品天皇玉佩抵1000两绰绰有余。世子爷真是大气，来人，给世子爷上20个盲盒。韭菜长势喜人，告诉外面的人，今日100个盲盒已售罄，想买的明天赶早。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咱们的老主顾全跑到西街那家素颜院去了。听说那边出了什么盲盒纯泥，全京城的女人都疯了。还有什么？说！还有用了咱们桃花粉的夫人小姐派丫鬟来退货，说咱们的粉用了之后烂脸发痒，要咱们赔钱，否则就要去顺天府告咱们卖毒粉啊！素颜院，去给我查清楚背后东家到底是谁！想踩着我镇荣堂上位，做梦！去，明天西园包下最大的场子，我要办一场赏春宴，把京城里有头有脸的贵妇千金全都请来。二小姐，咱们店现在这样，那些夫人小姐们还能来吗？不仅要请他们，还要把世子爷也请去镇场子。另外，给那个什么素颜轩的老板也送一张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只会雇叫花子卖盲盒的下九流，到了真正的权贵圈子里怎么出丑。对了，再派人去给苏云锦那个丑八怪也送一张。他不是刚被退婚吗？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他那张烂脸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这绿茶妹妹真是个送财童子，我正愁怎么把高端产品打入顶级贵妇圈呢，她居然自己搭了个这么好的台子请我去唱戏，这公关活动办的，我得给她打满分啊！这就是你说的去砸场子？砸场子多难听啊！我们这是去进行行业技术交流与降维碾压。春桃，把我那套终极装备提上，咱们去给这群贵客们上点震撼教育。苏二小姐今日好大的排场，只是我们用了你家的桃花粉，这几日脸上红疹不断，奇痒无比。你今日若是不能给个说法，这事儿咱们没完。诸位夫人息怒，婉柔今日办这大赏，就是为了澄清此事。我们镇荣阁百年清誉，怎会收受毒粉？定是那西街新开的素颜斋为了抢夺生意，故意买通人在粉里按下毒药，栽赃陷害婉柔啊！哼，婉柔生性纯良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本世子已经派人去查那个什么素颜斋了，等今日那老板赶来，本世子定要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扭送顺天府。素颜斋东家到。哟，素颜斋的老板还真敢来啊！你把诸位夫人的脸害得这么脏，今日还敢戴着面纱招摇过市，是怕被人认出来打死吗？苏二小姐这倒打他一耙的本事，比你那掺了2斤滑石粉的胭脂还要厚啊！诸位夫人烂脸，是因为你的桃花粉里铅汞严重超标，还栽赃陷害，你那破玩意儿白送给我都嫌污染环境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妖女的面纱扯下来！诸位夫人现在饱受烂脸之苦，
今日我不仅带来了修复屏障的特护霜，还要当着全京城的面展示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美妆黑科技。就他了，给他1炷香的时间，我要让他这张脸艳压今天在场的所有人。如果做不到，我素颜斋当场关门，绝不在京城踏足半步。你疯了吧？那丫头天生满脸脓包雀斑，丑如夜叉，你就算把整罐脂粉糊在她脸上也掩盖不住。你这是自寻死路。传统脂粉只会一味的用白色去盖，越盖越厚，死白死白。今天给你们展示什么叫5项化妆法。第一步，绿色隔离。红本和头印是红色的，根据色彩互补原理，用我提取的绿茶精华调配的青色跳色液打底，中和红血丝。第二步，高遮瑕粉霜与烘焙定妆。珍珠粉混合深海鱼骨胶原，强效遮瑕不卡粉。第三步，骨相修容。亚洲人的脸部平平，必须用深色修容粉打在下颌线和颧骨下方，用高光提亮眉骨和鼻尖，这叫视觉折叠度。不用动刀子，现场给你们捏一个高鼻梁。完工，抬起头来。神仙手段，这简直是大罗绝仙的易容术啊！我的老天爷，那到底是什么仙粉霜？我出500两，我付出1000两，给我来1块！那遮掩红血丝的隔离我也要。素颜斋东家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求您务必卖我一套。假的，这都是障眼法！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你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本庶子最恶心你这种故弄玄虚的女人，还不快把面纱摘了！好啊，既然2小姐和世子爷这么想看我的脸，那你们可千万别眨眼。我的好妹妹，还有瞎了狗眼的世子爷，怎么才退婚几天就不认识我了？云姐，云，你的脸好了。既然你脸好了，为何退婚当日不说？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再敢往前走半步，这只手就别要了。世子爷，退婚书是你逼着我签的，怎么现在又想吃回头草？麻烦你拿盆水照照自己，配得上老娘这盛世美颜吗？你苏云锦，你放肆！你可是侯府嫡女，怎可满口粗鄙之语？滚一边去！春桃，把这碍眼的东西给我清出去！大家别信他，他这张脸肯定是假的，他用了妖术，我的桃花粉才是最好的，他就是个贱人，是来砸场子的！你这黑心干的庶女，买掺了毒的脂粉毁我们的容，现在还敢在这里选妃！来人，给我把真容坊的摊子砸了，退钱！苏大小姐，苏神仙，求您卖我一盒刚才那个遮瑕粉霜吧，多少钱我都出。苏老板，我刚才看您给那丫鬟画的高光，简直太神奇了，我出双倍价钱，先卖给我！诸位夫人的要求，云锦知晓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素颜斋的产品根本无法大量生产。不过，为了回馈诸位夫人，我素颜斋今日正式推出至尊会员。何为至尊会员？至尊会员就是本店的贵宾，入会门槛每年1000两白银，不仅每月免费享受1次全脸骨相爆改妆容的私人定制服务，而且素颜斋所有新品会员享有优先购买权。最重要的是，活动首批只招收50个名额，满额即止。1000两算什么？给我留一个名额，我现在就让管家回去拿钱。2个名额，给我女儿也订一个，谁也别错过。这是3000两银票，我订3年。黑心奸商！大小姐，发财了！咱们今天光是收会员费，就收了整整
5万两只是个开始，只要把这群顶级贵妇的圈层绑定，以后咱们出什么，他们就得买什么。这叫高客单价的私域流量池。你今日在秦园出尽了风头，还砸了苏婉柔的饭碗，你那个继母可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么多钱摆在这儿，只怕今晚要不太平了。不太平？我正愁他不来呢。他要是敢来，我就让他知道，美妆总监不仅会做脂粉，还会做点别的小玩具。保镖大哥，今晚可得劳烦你加个班。只要你把来找茬的刺客都给我打出去，这5万两里，我给你发10%的绩效奖金，如何？本座的剑很贵的，10%，打发叫花子。我操！你还想坐地起价？15%不能再多了，再多资本家都要流泪了。来了，人数不少，12个，不，15个，全是训练有素的死士。15个死士，我那便宜继母为了抢我这5万两，还真是大手笔呀！这得出多少出场费啊！找死！有高手，先放烟，牵制住那个男的，先把财物和秘方拿到手。闭气，烟气有益。保镖大哥，快闭上眼睛，捂住口鼻，给你看个宝贝。不好，中招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搭纯度苏丝柴灰与芥末精油调配的特制迷尘，一旦接触到你们的黏膜，会产生比开水烫还要痛10倍的化学灼烧感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修罗剑，你是暗夜阁至尊，当朝摄政王萧。你的话太多了。哎呦，刚才那哥们儿喊你什么？当朝摄政王？暗夜阁阁主，我竟然捡到了全大梁国最粗的金大腿当保安队长，我这眼光绝了啊！你就不怕？本王若想动手，你此刻早已无力招架。怕？你身上的余毒还得靠我定期敲除压制呢。咱俩现在在一条船上，以后我在京城横着走，你负责摆平那些不长眼的，赚了钱咱们28分账，我8你2，怎么样，王爷？这买卖不亏吧？28分账，好，只要你能让本王的金库比国库还要充溢，这京城你随便闲。春桃，别躲床底下了，出来干活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既然我那好继母这么喜欢送大礼，咱们现在就去正院，给她来个午夜叫醒服务。夫人放心，派去的都是黑风寨好手，那丫头就算有护卫，也逃不出15人的天罗地网。明早一到，5万两银票和脂粉配料全是您的。黄毛丫头。治好了脸就想骑我头上，退了婚就该安分点。什么人？来人！有刺客！大半夜的，母亲还没歇着呢。听说您惦记着我那5万两银子，我这不连本带利给您送上门来了。这几位跑腿的，母亲验收一下。你深夜带着外人擅闯我正院，简直放肆！你还有半分侯府规矩吗？来人！护院何在？速速将人拿下！别喊了，如今正院守备尽失，咱们该好好算算账了。您暗中指派15名高手深夜闯我院子，意图劫掠财物加害于我，谋财害命乃是重罪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，定是你如今反倒栽赃嫁祸于我。哦，当真不认识？是他，一切都是侯夫人授意。他预付5000两定金，命我们劫掠苏大小姐财物，夺取秘方。夫人，您不能翻脸不认人。放肆！你深夜在此胡闹，究竟意欲何为？纵使你母亲有错，亦是你的长辈，你怎能善待外人闯入内院，惊扰尊长？你这般忤逆，定会落得不孝之名。父亲如今倒是肯出面讲规矩、谈孝道了。他派人加害于我之时，您假装不知。如今我来讨要公道，
您却蛮子口礼教纲上，未免太过双标。目无尊长，肆意妄为，简直无可理喻！来人，取家法前来！今日我定要好好惩戒这忤逆之女。苏长远，你要惩戒何人？摄政王殿下，微臣不知殿下驾临，有事远迎，罪该万死。父亲下跪倒是利落，正好今日王爷在此作证，咱们便把旧账一一算清。我母亲当年陪嫁10万两白银，3间旺铺，2处良田庄子，尽数被你那季初占为己有，私自变卖，还挪用我的嫁妆填补侯府亏空。云锦，一家人何须如此计？亲兄弟明算账，更何况你们想要我的命？10万两白银，还有铺子田庄的地契，现在就给我吐出来！另外，今晚的刺杀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，精神共所费5万两。15万两，你就是把侯府卖了，我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啊！拿不出现银无妨，可将侯府地契尽数抵偿，否则我明日便去顺天府状告侯府贪墨嫁妆，蓄意谋害，到时候侯府名声和爵位尽数难保。我给财物尽数还你。从今往后，我苏长远全当从未有过你这个女儿。正合我意，这断绝文书我早已备好。从今往后，我苏云锦与永安侯府恩断义绝，互不相干。日后我富贵荣华，侯府不得的攀附，侯府祸福荣辱亦与我无关。侯爷，签字吧。春桃，叫上咱们的人，去开侯府的库房，所有属于我的财物、珍宝器物，尽数清点带走，分毫不留。是，大小姐。你好，师风。苏老板，如今你被扫地出门，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女了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就不怕被人半路劫了？我快不是还有王爷您这个顶级保镖吗？走，咱们去西街买套最大的4合院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做侯府的大小姐，我要做大梁柱的第1女首富。第1组留神，玫瑰花瓣的清洗、晾晒、时辰卡顶，半分差错都不行，腐液一片都不能留。第2组把蒸馏塔的火候盯紧了，我要的是高纯度纯清，不是混着杂味的汤水。第3组灌装的手稳着点儿，1小瓶精华值100两，漏一滴扣3天工钱。东家规矩是严，可工钱是市面3倍。上月我抽盲盒福利，还得了半匹细棉布呢。少说2句，小心干活。这差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15万两白银砸下去，半月便建起这大梁独一份的流水擦工坊。这女人的手段倒真是出人意料。自那晚身份挑明，旁人见了我无不俯首晋升，偏她半点不见外。今日差我用内力轰药，明日换我以剑气劈柴，倒把本王这摄政王当成了免费的人形器械。渴死我了！当主事真不是人干的活，得赶紧提拔几个管事分担才行。苏老板如今日进斗金，还这般钻在钱眼里，难不成赚够了银子，想把大梁国买下来？王爷这格局就小了，大梁国算什么？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等周边各国的皇室贵族都用上素颜斋的脂粉，整条大陆的美妆贸易线都攥在我手里，那才叫真的赚。到时候我掌着天下的银钱命脉，王爷握着天下的兵权，咱们强强联手，这天下谁敢说半个不字？稳赚不赔的买卖，王爷要不要考虑再加投一笔？你要本王怎么加投？这火焰王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撩起人来了？这谁顶得住？贵妃娘娘懿旨到。有生意上门了，我去接旨。苏老板呢？舒贵妃娘娘有懿旨，还不速速跪下接旨？民女苏云姐见过公公，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懿旨？她为何要跪？奴才叩见摄政王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奴才眼拙，不知殿下在此，罪该万死。念是，奉贵妃娘娘口谕，听闻素颜斋苏银就身怀艺术善调脂粉，特命其明日卯时进宫觐见，若能讨得本宫欢心，重重有赏。民女斗胆问一句，贵妃娘娘近日可是在妆容上遇上什么烦心事了？苏老板折煞奴才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娘娘天生爱美，整日就琢磨着新妆容新脂粉。这几日听了素颜斋的名声，天天对着宫里的脂粉叹气，说画出来的妆死板卡粉浮粉。昨儿个因为画不对称远山眉，自当堂摔了3支玉眉笔，
连御膳房送的桂花糕都没吃下去。原来是位爱美又娇憨的贵妃，这哪里是懿旨，分明是送上门的宫廷顶级 KL。有劳公公跑一趟，我明日定准时进宫。太好了，我正愁高端县缺个宫里的活包招牌，舒贵妃这不就是现成的宫廷代言人？拿下她，后宫妃嫔还不得跟着疯抢？舒贵妃是陛下心尖上的人，性子骄纵了些，却没什么坏心眼儿，就是爱美爱得紧。你若是妆化的合她心意，好处少不了；若是不合心意，她顶多闹着把你赶出来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护肤化妆这一块，我苏银锦就没输过。古代宫中妆容厚重特版，哪见过现代载妆的层次与灵动？对付这位爱美贵妃，一套清透氛围感妆容，保准她爱不释手。明日进宫，带上本王给你的暗夜阁玉牌。宫里规矩多，有人敢刁难你，亮玉牌就行。那玉牌不是箭牌如箭射阵王吗？你就这么给我了，不怕我拿去狐假虎威？本王的人在宫里横着走也无妨，记住了，只许你给别人脸色看，不许受半分委屈。完了完了，这火焰王护犊子的样子，怎么还挺让人动心？谢啦，王爷，等我拿下这个超级大单，年底给你包个红包。大小姐，奴婢这辈子都没想过能进宫。听闻贵妃娘娘是陛下心尖上的人，万一咱们的妆不合娘娘心意，可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咱们是来给娘娘送美丽的，又不是来受罚的。再说了，你摸摸怀里那块黑不溜秋的玉牌，沉不沉？我们背后可是摄政王殿下，连皇帝都要礼让3分的活阎王，气死本宫了！这眉画了3遍，一边高一边低，丑死了！上夫君就不能找个手稳的来？还有这粉，涂上去白的像糊了成了面粉，一笑就卡粉。娘娘息怒，是奴婢们手拙，奴婢这就再给娘娘重画。民女苏云简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免礼，你就是素颜斋的老板？本宫听说你家的纯泥喝水都不沾杯。这位贵妃果然是直性子的爱美之人，半点弯弯绕绕都没有。回娘娘，妆容服帖好看，先要把肌肤底子养好。这瓶是民女特制的卸妆养肤精华，补水润肤最是见效。哇，凉丝丝的好舒服啊，这就吸收了，皮肤摸着好软。娘娘，接下来上底妆。民女这款粉霜主打清透自然。好了，娘娘请看。天哪，这真的是本宫吗？怎么感觉比往日看了这么多？真的不沾杯，太神奇了！素云姐，你可真是个宝贝。本宫宫里这么多上府女官，加起来都不如你一双好手。你这纯泥、粉霜，还有那个亮晶晶的东西，本宫全都要。娘娘喜欢是民妇的荣幸。这些产品，民女回去就让人送进宫里。只是这些东西提存工序复杂，产量不高，每月能供宫里的数量有限。限量啊，限量才好，这样就没人跟本宫撞款了。对了，你刚才给本宫画的这个妆叫什么名字？娘娘叫春日桃花妆，最占娘娘的气质。民女还会做去许多不同的妆容，比如适合宴会的赤霞妆，适合骑马的英气妆。娘娘若是喜欢，民女日后常进宫给娘娘换着画。好好好，本宫准你随时进宫，以后本宫的妆容就包给你了。去取1000两银子，再拿那套西域进贡的红宝人头面赏给苏老板。另外传本宫的话，以后素颜轩的脂粉，各宫妃嫔享用，都去找苏老板订。民女谢贵妃娘娘赏赐。大小姐，贵妃娘娘居然这么好说话，还赏了这么多东西，咱们这就算打进宫里了。那当然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走，咱们回去备货，接下来可有的忙了。王爷，舒贵妃对苏老板的手艺很满意，已经下令以后都用素颜斋的脂粉了。本王就知道，这女人走到哪里都能凭本事闯出一片天。听见没？这是陛下给素颜斋的御赐牌匾，苏老板真是一步登天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特赐素颜斋为御赐商号，钦此。苏老板，除了牌匾，贵妃娘娘还有私赏：12香西域极品香料南海珍珠粉，外加御花园4季鲜花特批采办权。牛女云进，谢陛下隆恩。凡今日路过门中者，皆可领玫瑰净手香姨子1份。世子爷，咱们回去吧。他如今风光，咱们看着也闹心。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放着这样绝色又有本事的嫡女不娶，反倒被苏婉柔蒙了心。珍容房赔了那么多银子，铺子也疯了。闭嘴！若不是你当初挑唆，我何至于退了婚？如今我世子之位摇摇欲坠，你除了哭还会什么？连他半分本事都比不上。云锦，
世子爷有何贵干？云锦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有眼无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退婚书不算数，我们重新定亲，以后世子府中会全由你掌，好不好？世子爷怕是没睡醒，我的世子妃之位，当初我不稀罕，如今更不稀罕。你那破世子府，便是请我去当主母，我也嫌沾了千拱卫晦气。苏引进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永安侯府的世子，竟有胆子强逼御赐商号的东家。参见摄政王殿下。永安侯教子无方，本王看侯府今年的年贡便加倍上缴，罚你父子2人闭门思过3月。臣遵旨。若是让本王知道你再敢纠缠半分，便不是闭门思过这么简单了。今日多谢王爷撑腰，不然这赖皮狗还真不好打发。苏老板自己一张嘴就能把他怼得无地自容，王爷莫不是特意来给我撑场面的？本王的人自然不能让人随便欺负。咱们明明是生意伙伴，我8你2的分账关系。苏老板觉得本王会为了区区2成分账，亲自出面教训一个世子？那不然呢？王爷总不能是看上我了吧？打开看看。这是西楚北狄大燕3国的通商令已经全部办妥，这是暗夜阁外堂的护卫调令，共12对。王爷这么不遗余力帮我赚遍列国的钱，到底图什么？本王图的是你这个人，天下财富归你，万里江山由本王，而你归本王，这笔买卖敢接吗？接？为什么不接？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，出天大的事了！哦，大小姐，您就1个欧，那可是摄政王选妃啊！王爷他要娶别人了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明明对您，明明对我什么？人家堂堂摄政王年过20尚未娶妻，太后操持选妃名正言顺。我跟王爷就是82分账的生意伙伴，他娶他的妃，我赚我的钱，两不相干。可是，行了，别耽误干活，去把上月的账本拿过来，再把后院新做的精华液搬去窖里存好。是。嫁什么人？有钱不赚王八蛋。今晚加8万北狄的订单，月底把货款全收回来，赚的比他王妃嫁妆还多。苏老板，摄政王选妃那日，您去不去啊？苏老板，我听说太后都特意点名了，让您去给候选姑娘们上妆，是真的吗？云锦啊，你心里要是不痛快，可别憋着，跟姐姐说说。摄政王位高权重，3妻4妾也是常事，你可得大度些。谁说我不痛快了？王爷选妃是国之大事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太后懿旨钦点我上妆，这是多大的牌面，正好给素颜斋打广告。这是我们素颜斋新品男墨女泪分手色唇泥，哑光质地，上嘴气场全开，最适合出席前男友婚宴、情敌见面会。诸位要不要试试？还在算账？北狄那批货成本算错了，重核一遍。你动本王府邸的账目做什么？精简开销啊。王爷既然要选妃，往后府里花销只多不少。我这做合伙人的，自然得提前帮您做好财务规划。您府里那些暗卫裁掉几个就行，省下来的钱正好给新王妃买脂粉头庙。谁告诉你本王要选妃？底报都登了，太后懿旨也下了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恭喜王爷啊，佳丽满城任君挑选。对了，后日选妃大典，太后点了我的名去上妆，我一定尽心尽力把各位贵女打扮得倾国倾城，保准王爷挑花了眼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就先回吧，我今晚还要加班赶订单。春桃，送客。春桃，北狄那批护货的定价再给我调高2成。贵女们都要选秀了，钱不花脸上难道留着发霉吗？诸位姑娘好，我是素颜斋苏云姐，奉太后懿旨来为各位上妆。别紧张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今日定把各位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摄政王殿下眼前一亮。林姑娘底子好，就是气色偏红，先上层绿色隔离，中和红血姿。姑娘皮肤偏干，用这款滋润粉霜最合适。这是素颜斋新品，全哑光不沾波，正式场合最显气场，涂上保管让摄政王殿下印象深刻。完美。下一位。对了，姑娘们，我给你们个贴心建议，
摄政王殿下素来喜欢天然不加粉饰的美人，最厌浓妆艳抹，说看着俗气。你们上完妆最好把脸上的粉拍掉些，越自然越讨殿下欢心。多谢苏老板提点。选妃大典现在开始，请各位贵女依序上台展示才艺。这位姑娘妆面倒是别致。哎，怎么这些姑娘的口齿全是一个色儿，看着怪瘆人的？这不是素颜斋新出的分手色吗？我家夫人昨天还抢了一支，这哪是来选妃的？我看是来跟王爷约架的。这些姑娘的妆容是谁画的？怎么一个比一个凌厉？回太后，是您亲自点名的素颜斋苏老板。我来晚了，正戏开始没？哀家听闻苏老板手艺绝佳，不如上台来给诸位姑娘的妆容点评一二。民女参见太后。回太后，各位姑娘的妆容都十分出色，底妆清透自然，眼妆温柔含情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款分手色唇泥更适合出席前任婚礼或是仇敌受劫。今日是选妃大典，姑娘们涂这个色号，容易让摄政王殿下误会。你这丫头，倒拿本宫的选妃大典开玩笑。民女不敢，民女只是觉得婚事讲究两情相悦，若是殿下心里早有人，太后硬塞20多位姑娘挑选，怕也是塞不进去的。说完了。说完了，王爷有何指教？有。诸位，本王已经有王妃了，就是这位，不日便成亲，不劳太后费心。喂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你这是强抢民女，算工伤，得加钱。加，用我整个人家。小渊，你给我回来，成何体统？太后放心，婚礼那日给您送请柬。萧渊，你把我好好一场品牌推广搞成大型社会新闻了，我的产品定位全歪了。歪不了，我已经让安业阁放了消息，分手色又名摄政王妃同款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排队抢。月底结账，1分都不能少。终生免费售后服务，范围包括且不限于陪老板逛街、吵架。勉强算你通过，去后院把今天的玫瑰花办喜了，不然扣你下季度分红。这活阎王真是越来越会了。